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住的地方被一场大灾难全都毁了哦，我是说从零开始哦，那你有机会重新打造你的家园，你会怎么选？你会想盖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个故事，一个关于2座城市的故事，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故事里有2座城市，它们本来长得一模一样，没什么差别，但是一场灾难把所有东西都烧光了。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必须做出选择，而这个选择，就决定了他们完全不一样的未来。好，我们来认识一下这2座城市，一座叫做巴别城，另一座叫做蒙爱城。一场超大的野火把这2个地方烧得精光，什么都不剩了。你可以想象一下，所有居民都站在废墟上，看着自己的家园。他们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呢？所以你看，两边面对的状况是完全一样的，都是一片焦土。这时候，他们就遇到了一个可以说是决定命运的选择点。这不只是说，我们要把房子盖回来这么简单哦，这更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就是关键的岔路了。巴别城这边呢，他们选了一条大家比较熟悉的路，找银行来跟银行贷款来重建，基本上就是用钱滚钱，让资本来主导一切。那蒙爱城呢，他们就大胆多了，选了一条全新的路，叫做互惠经济。在这个系统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方田持有者。简单来说，就是共享所有权。力量不是来自外面的银行，而是来自城市里的每一个人。好，那巴别城这个决定后来怎么样了呢？我们来看看呢，在这完全靠借钱、靠债务建立起来的系统里面，几个居民的故事，你就会发现这个模式其实比想象中还要脆弱。比如说，城里有个叫阿财的，他跑去跟银行借了一大笔钱，然后呢，他把城里唯一的水井给占了。你想想看，水是大家都要用的结果他就在大家最需要水的时候，跟邻居收超贵的水费，哇，一下子就赚翻了，变成超级有钱人。但你看，他的成功其实是建立在大家的痛苦上的。然后这种事情就不断发生。又有一个叫阿金的，也是去借钱，然后把整个城市的能源，像是电力全都控制住了。结果可想而知嘛，电这种大家都要用的东西，就变成他一个人赚钱的工具。所以你看，这种靠债务的模式，好像很容易就让资源集中到少数人手上，然后开始剥削其他人。但是这种靠个人打拼赚来的成功，其实超级不稳。像另外一个叫阿都的，他开了个养鸡场，结果因为爱赌博，一夕之间整个事业都没了。还有一个阿彻，他是做运输的，结果出了一场意外被告了，只好把车子全都卖掉来赔钱。这就是问题所在。当你把所有鸡蛋都放在自己这个篮子里，而且这个篮子还是借钱来的，只要出任何一点小意外，就可能全部归零。这个系统的风险真的太高了。好，那讲完了巴别城，我们现在把镜头转到另一边，看看蒙爱城。他们用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方法，结果呢，创造出了一个大家一起共享繁荣的社会。我们来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办到的。蒙爱城的方法，真的完全不一样。首先，他们也是要盖水井、装太阳能板这些公共设施。但重点来了，第二步，这些东西的所有权不是任何一个人的，而是全部都放进一个叫互惠经济采购的地方，然后每个市民都变成方田持有者，大家一起拥有，一起分享收益。这样做有什么好处？每个人的生活费都降低了耶！而且如果谁需要用钱，还可以用他的方田去抵押，借钱还不用利息。这才是一个真正为大家服务，而且可以自己运作下去的系统吧。而且他们还很聪明用了最新的科技，像什么智慧水表、智慧电表都自动算账，不用人工。还有物联网可以随时监控水井太阳能板车子这些公共资产的状况。这不只是为了方便而已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来就没有中间人可以上下其手，从中剥削了，确保一切都公平透明。你看，这不就刚好把巴别城这种贪婪腐败的根给拔掉了吗？好几年过去了，2个城市都重建的差不多了，结果又来了一场大灾难，这次是严重的旱灾。
这下子就成了对这两种完全不同系统的最终考验了。结果呢？真的是天差地远。巴别城那边一下子就垮了，那些借钱的老板因为旱灾没收入，还不出利息，一个接一个倒闭，整个城市就开始连锁倒债，接着就是暴动、抢劫，甚至有人为了换点钱呢，跑去拆公共设施的电缆、铜管拿去卖，乱成一团。但蒙爱城呢？哇，展现出惊人的韧性。你想想，因为他们的贷款是无息的，所以根本没有还不出利息倒闭的问题。而且因为大家都是所有者，所以会互相帮忙，一起保护这些属于大家的资产。这场灾难不但没有打倒他们，反而让他们更团结了。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这不过就是个故事嘛。但如果我告诉你，这个故事其实是在跟我们介绍一种真实存在的一种全新的经济思维模式呢？故事里我们叫蒙爱城的那个系统是互惠经济，对吧？那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这个听起来超棒的概念，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它的正式名称叫做互惠经济财库。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专门为数位时代社群设计的合作社银行。它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保护里面所有成员的数位权益，确保大家一起创造出来的价值可以被公平地分享给每一个人。好，那这个系统里面最核心也最好玩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的方田。这个方田究竟是什么？它代表的东西可能会颠覆我们对所有权的传统想法哦。所谓的方田，就是你在这个社群里面所拥有的一份数位权利，而且是谁也拿不走的。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张数位地契，只是这一块地呀，是整个社群共同拥有的价值。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东西是可以传承给下一代的资产。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它有潜力可以创造出能够代代相传的财富，从根本上让贫穷不再世袭。所以我们把这两种模式，巴别城跟蒙爱城摆在一起看，你看这个差别真的是一目了然。所有权、融资方式、结果都完全不同，但大家可以特别注意一下风险这一栏。一个是把风险全部压在个人身上，所以非常脆弱；另一个是大家一起分担风险，所以非常有韧性。这就是为什么当危机来临时，他们的下场会差这么多的根本原因。这就带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啦。一个听起来很像童话的故事，它里面是不是真的藏着一个蓝图？一个可以帮助我们打造出更有韧性也更公平的经济体的蓝图？或许真正的答案就藏在我们怎么选择跟身边的人、跟我们的社群建立关系的方式里面吧。